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最近泰国这事儿听说了没啊？简直是比这个电视剧还狗血啊！闹的那叫一个天翻地覆。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泰国的总理啊，佩通坦被人给坑了，而且还是被个老熟人给坑惨了。今天啊，咱们就来聊聊这个事儿啊。这个佩通坦呢，年纪轻轻的啊，才38岁就当上总理了，厉害吧？泰国历史上第2位女总理啊，她老爸是谁？那可是响当当的他信，当年啊也是个狠角色呀。这个佩通坦这个人呐，心眼儿是挺好，可能就是因为太年轻了啊，这个政治经验还不够啊，这一次啊就吃了大亏。事情啊是这么回事啊，就是他跟这个柬埔寨的参议员主席洪森啊通了个电话。这个洪森啊，他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啊，在柬埔寨政坛混了几十年了，那心眼儿比这个马蜂窝还多。结果呢，这通电话的录音啊，也不知道是被哪个啊给捅到网上了，这下可就炸锅了。泰国老百姓那个气呀，就差点没把这个佩通坦给骂死呀。为啥？因为这个录音里啊，这个佩通坦对洪森那叫一个尊敬，这一口一个叔叔的叫着，这在泰国人看来啊，就是丢了国家的脸。这更要命的是啊，他还在这个电话里说这个泰国陆军第2军区司令啊本心的坏话，说人家是疯子，还说是这个政府的对手，还让这个洪森啊别听这个本心的，说这个本心的话对国家没好处。这下可好啊，这个录音一曝光，泰国政坛直接原地爆炸。你想啊，这个一个国家的总理啊，背地这么说自己的军方大佬，这还得了啊？这反动派立马就跳出来啊，说这个佩通坦啊说话含糊不清，立场不坚定，要求他至少停职半年。这下可好，这个佩通坦这总理的位置啊，眼瞅着就要不保了。这事儿也不是突然间就冒出来的，得从这个5月底说起。当时泰国和柬埔寨的边境上闹了点小摩擦，这个双方呢还动了手，死了一个柬埔寨士兵。这下两国的关系就紧张了呀，都加强这个边境管控。柬埔寨还禁止泰国的蔬菜啊、电力出口。佩通坦一看这情况，想着自己跟这个洪森的关系还不错，就想通过这个私人的关系缓和一下。哎，谁知道啊，这个私底下说的话竟然给人曝光了，你说这倒霉不倒霉？这佩通坦也赶紧出来解释啊，说自己啊只是为了改善和这个洪森的关系才这么说的，是谈判策略。说着说着还委屈的哭了，但是这个老百姓啊可不买账啊，觉得他这个解释啊太牵强了，根本就不信啊。这录音一曝光，泰国国内就乱成了一锅粥啊！执政联盟里的第2大党派啊，就这个自豪泰党，直接就撂挑子不干了呀。8个部长啊集体辞职啊，这下佩通坦可惨了，这一下子就少了69个议席的支持，执政联盟的席位啊从319席一下子就降到了271席，这一下子就少了20%的席位啊。这个佩通坦的爸爸他信去年是刚回国啊，也是想帮帮女儿，但是这一次他信啊好像不灵了。想私下里跟这个自豪泰党谈也没谈成，更糟糕的是，这个上议院的政治伦理委员会啊也开始调查佩通坦，说他损害国家利益。你说这要是坐实了，那可就是大麻烦了。你说说这个佩通坦啊，也是够倒霉的。本来呢是想靠这个老爸的关系啊，跟这个洪森啊拉关系，解决点边境问题。哎，结果呢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哎，这是防不胜防啊！这个网上骂声一片，什么难听的话都有啊，什么他不配当总理啦，他就是个安全威胁啦，脸皮真厚啦，哎呦喂，那叫一个惨不忍睹呀！这泰国人最受不了是啥？那就是领导人对外软弱啊！你佩通坦对着洪森叫叔叔，那不就是承认自己矮人一头吗？这让那些爱国青年们啊，怎么能忍呢？这更要命的是啊，这个军方也趁机跳出来了。本来泰国军方就一直想插手政治，哎，这次啊正好抓住了机会，在这个网上是各种煽风点火，说什么军队保卫国家，尊重我们的军人。哎，这下佩通坦的处境那可是雪上加霜。当然啊，也有一些理智的人呼吁大家冷静啊，别让这个军方得逞。毕竟啊，泰国这些年啊，军方正面也不是1次2次了，这老百姓也怕了。还有一些边境地区的百姓啊，更是愁眉苦脸啊。泰柬边境的贸易本来就是因为一些争端受到影响，这下就好了啊！这录音门一出，两国的关系更紧张了，他们的生意也更难做了。再说这个洪森，那真是个老狐狸啊！这个录音曝光后啊，他不但不否认，还大大方方的承认了，哎，说自己确实啊给佩通坦通过电话，而且还把这个录音啊分发给了柬埔寨的官员，说是为了这个避免误解。你看这话说的，那叫一个冠冕堂皇啊！
其实呢就是想跟这个佩通坦施压，让他下不来台。这更狠的是，这个洪森还暗示说，录音泄露可能是这个泰国国内有人对这个佩通坦不满，这不就是明摆着告诉泰国人，哎，你们的总理不行连自己人都看不惯他吗？这柬埔寨政府更是把这个事儿当成了政治胜利。他们的这个发言人还引用洪森的话，说什么兄弟情是一回事儿，领土问题是另一回事儿。意思就是说这个佩通坦太感情用事了，不懂得国家利益。你以为这就完了？还没完呢！录音门事件发生之后，这个柬埔寨那边那叫一个热闹什么金边街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山人海，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爱国游行。这洪森的儿子副首相洪马尼亲自带队带着10几万人高举国旗，高唱爱国歌曲那场面真的是比过年还热闹洪马尼还在这个游行中发表讲话说什么当国家面临威胁或者是侮辱时，柬埔寨人民不会停滞不前。哎呦喂，这话说的那叫一个慷慨激昂听了不少人热泪盈眶。这个民意调查也显示柬埔寨人民对政府处理泰柬争端的表现那是相当满意。这录音门事件可不仅仅是泰柬两国的事儿，它还反映了这个东南亚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这洪森为啥在这个时候公开录音原因有很多这洪森虽然已经卸任首相，但还是这个柬埔寨的实际掌权者。通过对这个泰国的强硬他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为这个家族延续权力铺路。另外在泰柬边境争议中，柬埔寨一直是处于这个弱势地位。这次这个录音泄露让泰国政府陷入了被动，柬埔寨反而占据了道德高地。洪森跟佩通坦的老爸他信那曾经关系是很好的但这次事件表明这种家族外交可能已经破裂了。柬埔寨跟中国的关系密切，而泰国呢是美国在东南亚的重要盟友。这泰国内政动荡可能会影响地区力量平衡。说起这个佩通坦的困境那就不得不提他的老爸他信。他信家族在泰国政坛的沉浮反映了这个国家民主化进程中的矛盾当年他信也是风光无限了，但是后来被军方政变推翻了，流亡海外。佩通坦作为他信的女儿，继承了老爸的政治遗产，当上了总理。虽然这个军方说他们支持民主，但是他们通过各种方式给这个佩通坦政府施加压力。除了这个政治上的麻烦这个泰国的经济也不太好，预计明年 GDP 增长率也只有 1.4%， 出口下滑，游客减少，这老百姓还欠了一屁股债。佩通坦政府想搞的这个数字钱包计划，还有中泰高铁项目都是因为政治纷争进展缓慢。这最新的民调显示佩通坦的支持率已经跌到了 30% 以下了。老百姓对政府的经济政策很不满意政治不稳定也让这个市场没了信心。泰国股市也是跟着下跌，泰铢也贬值了。反对派还计划在这个6月28号搞一个100万人大游行，要求佩通坦辞职。现在泰国的政治气氛那是相当的紧张就在这个佩通坦快要撑不住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宣布邀请这个泰国的国会主席访华。这意思就是说中国呢很关注这个泰国的局势，也很想帮助泰国稳定下来。这一次访问很可能要聊聊泰国的政局，因为佩通坦政府的危机很可能会影响中泰合作的项目，特别是那个投资巨大的中泰高铁项目。中国希望通过跟这个泰国国会的沟通确保项目不受政治动荡的影响。也想传递出支持泰国稳定的信号。中泰在这个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也很重要。去年呢，这个中泰双边贸易额都达到了1339.8亿美元。中国连续13年是泰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这个泰国的中资企业超过3000家，投资超过200亿美元。佩通坦政府之前提出了路桥项目，也被中国视为破解马六甲困局的重要举措。这次访问可能会就深化基础设施合作应对区域安全挑战等议题展开磋商。这总而言之这个佩通坦现在是内忧外患，能不能挺过去就看他能不能处理好跟军方的关系了。不过他还年轻，经验不足要应对这么复杂的局面确实是有点吃力。那如果他解决不了现在的危机可能就得被迫下台了。这次录音门的事件很可能就重蹈泰国政治的覆辙，民选政府失去支持，军方趁机扩大影响力，然后宪法法院介入，最后政府更迭或者是军事政变。
哎，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政治这玩意儿啊太复杂了。佩东台啊这次栽跟头啊，也算是给他上了一课，希望他能挺过这次危机哦，推动这个泰国政治文化的变革，减少这个军方啊对这个政治的干预。当然呢，也是希望这个泰国人民啊能够团结起来，不要再内斗了，毕竟国家利益啊才是最重要的，对吧？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